夜幕下，一架战机从航母甲板弹射升空，电弧在机翼下闪烁，尾喷燃烧着蓝白色的火焰。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斗机，它属于一个更庞大的系统，一个连接整个战场的数据节点。画面切换，沙漠中的 F-35A 正在滑跑，舰队上方 F-35C 勾住阻拦索，而在远处的陆战队基地，一架 F-35B 垂直降落，像一块悬浮的磁铁。3种机型却来自同一个名字——闪电2。它是史上最昂贵的战机，也是史上最具争议的成功。在它的账本里有全球9个主要生产国，在它的数据库里存储着整个盟军的作战信息。有人说它是飞行的漏洞，也有人说它是未来的开端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一架曾被称为失败工程的飞机，如今却成了全球军火市场的顶流？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架改变空战规则的飞机 F-35闪电2。它不是一场设计竞赛，而是一场压上未来的联合赌局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。那一年 F-15仍在空中巡逻， F-16还在量产， F-14正在退役的路上。美国赢下了冷战，却陷入了新的矛盾。敌人没了，但战机还得造。五角大楼的高层清楚地知道，冷战留下的空军体系已经无法匹配下一个时代。 F-117 隐身攻击机固然先进，但无法全天候作战。 F-22虽然性能惊人，但造价高昂，数量有限，而地面战场也不再需要上世纪那种机炮对冲的空优场景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下一架战机到底该是什么？1993年，美国国防部启动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，想法看似疯狂，却有它的逻辑。冷战之后，美国不再需要海量战机对抗苏联空军，而是需要一架能在任何战场出现的多面手。它要能在航母上起降，在前线掩体里垂直起飞，还能在高空执行精确打击。五角大楼给出的答案是一架平台，3种用途，一机统天下。这背后藏着一个宏大的算盘：如果3军都使用相同的机体与零件，维护成本可以大幅降低，研发周期可以缩短，甚至连盟友都能参与制造，从而形成全球供应链。这不只是一次技术革新，更是一次军事工业体系的重组。美国想用 JSF 把未来20年的航空工业重新绑定在自己的体系之下，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隔着一条深渊。3军的需求各不相同，空军要航程和隐身，海军要舰载强度和耐腐蚀，而海军陆战队则坚持必须能垂直起降。这意味着任何设计都将被妥协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程度。当时有工程师私下调侃，我们不是在造飞机，我们是在创造奇迹。没人知道这场名为联合的项目未来会成为美国航空史上最漫长、最昂贵也最被争议的工程。冷战结束带来的不是和平，而是焦虑，因为下一场战争可能随时从云端开始。1996年，美国国防部宣布启动 JSF 原型验证计划，这是一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竞标，主角只有2个，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。2家公司几乎压上了各自的命运，谁赢下这场赌局，谁就主宰未来20年的天空。洛克希德的方案叫 X-35， 波音的方案叫 X-32。从设计图上看， X-32 的进气口夸张，外形笨拙，而 X-35 的轮廓流畅，机体紧凑，更符合隐身战机的想象。但决定胜负的并不是外形。在2001年秋天的演示中，洛克希德马丁的 X-35B 成功完成了短距起飞、超音速巡航、垂直降落3项全程演示，成为史上第1架能在一次飞行中完成这3项动作的飞机。那一刻，现场所有观众都知道胜负已定。X-35赢得了合同，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 F-35闪电2，致敬的是2战时期的传奇战机 P-38 Lightning， 但它肩上的任务比任何一代闪电都更沉重。五角大楼提出的目标是
让 F-35的3种型号共用70%的零件。空军版 F-35A 轻量常规起降，海军陆战队版 F-35B 短距垂直起降，舰载版 F-35C 更大机翼、更强起落架、兼容航母弹射，听上去完美，三军一体，零件通用，维护成本下降。但工程师们很快发现，这其实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垂直起降系统需要巨大的升力风扇，空军型却希望更轻，舰载型要加固机体和起落架，却又要保持隐身形态不变。每一个军种的定制要求都在一点一点吞噬原本的共通结构，最终结果是三型飞机外表相似，但共用零件比例从理想的70%一路下降到不到25%，节省的成本没能实现，反而因为零件差异导致维护更复杂。这场本该让三军共享的平台，在现实中变成了3条平行的生产线。有工程师无奈地说：“我们本想造一架满足所有人的飞机，结果却造出了3架谁都嫌贵的飞机。”但对于五角大楼来说，这不是退路，这是一场太大赌注的计划，已经没有人能中途退出。这 SF 项目的第一阶段以胜利开始，却也在同一时刻埋下了它最深刻的隐患。因为理想的3星合一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现实世界。隐身不是魔术，也不是把飞机涂成黑色就行，它是一门工程学，一套折中艺术，更是一连串看不见的设计选择。F-35的外形从机头到尾喷都被一个单一目标主导，尽量减少被探测到的概率。先从最明显的开始，进气道。传统战机的进气口暴露着压缩机叶片，雷达波一照就反弹回来。F-35采用了弯曲的进气道和内部遮挡板，让雷达难以直视发动机叶片，减少回波。这就是所谓的端面控制，把强反射源藏起来，而不是去消灭它们。再看武器舱，外挂武器会大幅增加雷达反射面积，因此 F-35将主要武器放进机腹内部舱，舱门的铰链、缝隙和折线都经过精确设计，以减轻雷达散射。打开武器舱的那一瞬间，飞机的可探测性剧增，这也是隐身飞机在实战中必须权衡的短暂脆弱期。材料与涂层是另一门学问，复合材料与锡箔涂层能吸收部分雷达能量，但这些涂层对温度、湿度和机体磨损非常敏感，维护这些涂层本身就是一种长期成本。每次检修，每次航母操作后，飞机都需要补装。隐身并非一次性的性能，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投入的后勤工作。排气与红外特征同样重要，发动机尾喷是热源，也是侦测者的首选目标。F-35在尾喷设计上采取了混合措施，通过喷管形状与热量混合，尽量降低被混网导弹锁定的概率。但单发动机的设计在这一点上就有局限，相比双发机，单发在冗余与热管理上更吃亏。形状上的折线与拐角不是美学风格，而是控制回波的工具。每一道零线，每一片面板都被设计成把雷达波分散或引导到非接收方向，这也导致制造复杂程度上升，装配精度必须严格到毫米级，否则隐身效果会被轻易破坏。需要强调的是，隐身并不是万能的保险箱，雷达频段多样，有些低频雷达对隐身形态仍有较高灵敏度。电子战、多平台探测与数据融合会逐步削弱单一隐身优势，因此设计者把隐身视为一个战斗链条中的一环，与传感器、电子战、战术协同一起工作，才能发挥最大效能。与 F-22的对比说明了取舍的代价。F-22更像为制空而生的孤狼，拥有更强的推重比与机动性。F-35则是为多用途与平台互通做了妥协，牺牲部分极限机动，换来了更强的传感器融合与后勤互操作性。这不是性能的简单优劣，而是不同任务谱系下的工程选择。隐身不是终点，而是一种方法。真正决定战场命运的是隐身与数据，隐身与编队，隐身与持续维护的复合能力。如果说隐身让敌人看不见，那感知系统就是让自己看得更远。F-35的真正武器从来不只是导弹或机炮，而是它那一整套像神经网络一样运作的感知系统。
在机鼻中安装着 AN/APG-81 ESA 雷达，它不像传统雷达那样只负责扫描，而是能同时执行探测、跟踪、干扰、通信多项任务，每一个波数都能被数字化控制，1秒之内完成上千次微调。这让 F-35可以在不开火的情况下，先在信息层面上锁死战场，接着是那6个分布在机身上的小圆点，那是 DAS 分布式光电系统，它能在360度全向捕捉红外影像，让飞行员拥有几乎透视机体的能力。无论导弹从哪个角度逼近，系统都会自动标记、预测轨迹，并在头盔显示器上呈现为警告符号。而机腹下方的那颗透明眼睛，则是 EOTS 瞄准系统，结合红外成像与激光测距，在几十公里外锁定并引导精确打击。但真正让这些设备产生质变的是传感器融合技术。过去，飞行员需要在多个屏幕间切换数据，而 F-35把所有信息汇总成一张统一的战场图像，敌我识别、目标方向、威胁优先级、友军态势，都被算法实时整合，只需一眼，飞行员就能理解整个战局。这种整合的背后是一套庞大的软件系统，最初叫做爱丽丝自动后勤信息系统，后来改名为 Audin， 它负责监控每一架 F-35的健康状态、维护周期、任务记录，并将数据上传至全球服务器。这意味着一架 F-35在起飞后，它的运行数据可能同时被美国本土的维护中心实时接收。这听起来像科幻，却也带来了争议。一些盟友批评，我们买的是飞机，不是被监控的节点。而美国的回应是，你买的是系统，而系统需要联网。这便是 F-35最特殊的定义，它是一架联网的飞机，一架在云端作战的飞机，一架能在数据中生存的飞机。过去的战机靠推力赢得制空权， F-35靠信息赢得存在权。它不只是一架战机，而是一台飞行的服务器。理想的蓝图很美，但工程从来不会按照剧本走。F-35项目进入量产阶段后，第一道遇到的墙就是现实。原本计划2010年全面交付，结果拖了近10年，原因不是缺钱，而是复杂到失控。数千万行代码，每一次软件更新都可能让整架飞机停飞。发动机过热，隐身涂层脱落，传感器干扰，几乎每一项突破性的设计都成了另一个问题的源头。2014年，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份报告指出， F-35项目的单价、维护、后勤、训练、备件全线超支，整体预算突破1.7万亿美元。这不再是一架飞机的成本，而是足以重建整个空军的价格。外界的批评接踵而至，媒体称它为飞不起来的豪华战机，飞行员则抱怨它的机动性能比 F-16还差。2015年测试报告中甚至写道，在模拟空战中 F-35在近距离格斗中被 F-16击败。这句话被全球媒体放大，成了攻击它的最大笑柄。但事实上远比标题复杂。那次测试使用的是早期测试机，限制了推力和机动参数。真正的 F-35战术从来就不是近距离格斗，而是在敌人看到它之前就先开火。可公众并不在乎这些细节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花了数千亿美元还在不断延期的项目。国会听证会上，项目经理面对质疑时说出一句话： F-35不只是飞机，它是一整个生态。然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它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任何人能完全掌控的范围。在航母上， F-35C 的尾钩一度无法挂住阻拦索，在沙漠基地， F-35B 的垂直喷流让跑道表面融化，连隐身涂层的维护都需要在恒温舱内完成。每飞1小时，地勤就需要花数十小时维护，成本曲线失控，连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开始怀疑，这架飞机到底是科技的巅峰，还是工业的囚徒。 F-35的问题不在技术，而在它承担的野心太大。当一架飞机被赋予体系革新的任务，它注定要被误解，也注定要被骂。如果说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与成本，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力量的延伸。 F-35并不是美国独享的项目，从一开始它就被设计成一个跨国合作计划。
英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国。这些国家不只是买家，而是参与者。在 GSF 的规划里，每个合作国都分等级，核心伙伴、一级投资国、次级用户，等级越高，能接触的技术越多，在供应链中占的份额也越大。举例来说，英国是唯一能直接接触发动机核心技术的盟国，意大利在卡梅里拥有欧洲唯一的 F-35总装厂，日本的三菱重工也建立了亚洲的飞口生产线。这意味着买 F-35不是只买飞机，而是进入美国主导的军事工业生态圈。每一架 F-35的零件可能来自几十个国家、数百家企业。这种全球化生产链带来的不只是经济绑定，更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粘着。当盟国手里都有 F-35，他们的作战体系、数据格式、后期维护、飞行训练都必须与美国同步，而这一同步在现代战争中比导弹的数量更有意义。有人形容 F-35是空中 iPhone， 它的硬件一样卖给所有人，但系统、更新、权限都由美国掌控，哪怕盟友想自主修改软件，也得经过五角大楼的许可。这让 F-35不只是武器，更像是一张防务社交网络，每个用户都在其中留有足迹，每一次任务、每一次更新都通过美国的服务器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争议不断、维护昂贵、延误频繁，盟友仍然愿意掏钱买它，因为买的不仅是性能，而是一个能接入美国安全云的通行证。到2025年，全球已有超过20个国家订购或计划采购 F-35， 在某种意义上，它已经成为一种外交语言。有无 F-35几乎等于是否属于美国的战略体系。过去的飞机代表一支空军， F-35代表一个联盟，它不是单纯的武器交易，而是一场把政治、工业与安全吃进同一个数据云端的整合。当批评的浪潮仍在持续， F-35的制造商却悄悄做了一件事，他没有重新设计这架飞机，而是让它进化。这场进化的代号叫 Block 4升级计划，它不是简单的软件更新，而是一场贯穿硬件、雷达、武器与计算构架的系统重构。最核心的改变是计算能力。早期 F-35使用的处理器构架已经接近极限，为了支撑越来越复杂的传感器与算法，洛克希德马丁推出了全新的 TR3 架构，让计算机性能提升了25倍，这让飞机能处理更高分辨率的数据流、更多目标识别，同时为 AI 辅助决策留下空间。新的雷达 AN/APG-85 也正在逐步换装，它拥有更高的探测精度与抗干扰能力，能在同一波数内同时执行侦测与干扰任务，这让 F-35不再只是被动隐身，而能主动塑造敌方的雷达视野。在武器系统上， Block 4带来了更大的兼容空间，可携带下一代远程空对空导弹 AIM-260、JATM、精确制导炸弹 SBD-2 以及未来的高超音速弹头接口。它不再局限于原始设计的弹药清单，而是变成一个武器平台的操作系统。除了火力，更重要的是连接。F-35的通讯系统被升级到新一代的 Meadow 加 Link 16混合通信模式，实现与无人僚机、预警机、卫星之间的无缝互通。在实战中，这意味着一架 F-35可以成为前线的数据枢纽，为整个编队分配目标，让导弹从任何友机上发射。更深层次的变化还在幕后。美国空军与洛克希德马丁正共同推动 AETP 发动机核心升级计划，准备在未来版本中为 F-35换装更高推重比、更冷却高效的新型动力。这不只是性能改进，更是为未来几十年的演化留下接口。F-35的设计哲学已经从定型装备变成持续服务，它不是一架一次性产品，而是一架不断更新的系统。有人说 F-35其实是一款有续订费的战机，每一项硬件升级都能让它离第6代更进一步。于是 Block 4不只是修补过去的漏洞，而是让 F-35迈进新的阶段，一个不再以代际衡量的时代。在未来的空战中，谁能率先更新，谁就能率先开火，而 F-35正是这场更新战争的第一个样本。如果把前面我们所聊到的
看作对这架飞机的现在检视，那么最后我们问一个更大的问题： F-35会被取代，还是会成为未来战争的基石？答案并非非黑即白。在技术路线上， F-35并不是最终答案，而是一个过程中的节点。它把数据、网络与多传感器融合的理念提前带入了实战化，这本身就是对第六代概念的一次预演。想象一下未来的空战编队，不再是单一的有人机单独突防，而是无人机加无人僚机加远程传感节点加太空资产的协同体。在这个编队里， F-35的角色更像战场的边缘云端，它收集数据，做初步决策，并把任务下发给更便宜、更牺牲性的无人平台去执行高风险动作。无人僚机的出现并不是让有人机下岗，而是改变了作战节奏。一架 F-35可以携带多架成本更低的无人僚机，把它们送入更危险的探测圈或防空网下，通过数据链把回传的侦测信息实时融入 F-35的作战画面。这样一来， F-35的生存价值并不在于单机自保的极限机动，而在于它能否高效的指挥，并利用周边的传感器与武器资源。再来看 AI 的角色， AI 不只是作为数据过滤器存在，更将参与战术决策，目标优先级、航线避障、协同火力分配都可以实现半自动化或自动化处理。当系统能在毫秒级内完成目标分配时，传统的人机交互瓶颈将被压缩，战场节奏将以人类无法直观感知的速度推进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 NGAD 下一代空中优势与第六代战机的讨论。第六代并非只是更强的推力或更好的隐身，它更强调生态系统互联与自主化协同。在这套结构中， F-35的价值并不会被简单替代，反而可能被承接与放大，作为训练平台、数据中枢以及与新型战机相互操作的桥梁。当然，技术想象要面对现实的摩擦， AI 的应用带来伦理与失误风险，无人机的大规模编队带来通信拥堵与指挥链的脆弱点，而供应链与后勤系统必须同步升级，才能支撑这种分布式作战模式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编队的能力绑定在软件、算法与后端基础设施上，而非单纯的飞行器造型。最后是地缘政治层面的延续，当盟友的中低成本无人机也接入同一数据链，整个防务生态的门槛会降低，战争的样式也会随之改变。拥有 F-35的国家将在这场生态演进中占据信息话语权，而没有这一介入权的国家则更容易被边缘化。我们常把第六代想象成一架更先进的飞机，但真正的第六代是一张能够迅速重组资源的战争网络。 F-35既是这张网络的第一个大节点，也可能是未来战争协同方式的科教书。夜色中，多国的 F-35编队从不同基地起飞，闪光灯掠过机翼，尾焰在黑暗中拉出一道蓝色的弧线。那不是炫耀，而是一种宣告。20年前被质疑的计划，如今成了全球天空的共同语言。它确实昂贵、复杂、充满缺陷，它被延误、被讽刺、被拿来比较，却依旧在更新、在服役、在扩张。每一次升级都像在为自己续命，每一次任务又在验证一个时代的赌注，技术、政治、联盟与野心的总和。在军事史上，有的飞机一飞成名，有的则在嘲笑声里一步步飞向未来。F-35属于后者，它不是完美的机器，但它完美的体现了一个时代，一个用代码、云端与数据重新定义制空权的时代。